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Omega 的超霸系列。这只手表它的历史相当悠久，从以前到现在，一共只问世了4次，并且这款手表最特别的是，它比月球表更早登陆太空哦。那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谈这只表呢，是 Omega 比登陆月球表更早了7年，被使用在太空 Omega CK2998。CK2998 它的历史相当的悠久。其实这款手表呢，它在1959年的时候就已经问世了。在1962年，是有一个美国的宇航员，他自己去购买这个手表，去执行了他的水星任务。可是这个手表呢，以前一直没有被大家所注意到，直到近几年，它连续出了2次的限量款之后，大家才开始追求这只手表。那这只手表确实相当的漂亮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下去。好，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只手表。这手表的设计让人家看起来就是一眼感觉非常的华丽。表径是39.7毫米，适合一般人大小的手佩戴。然后它的表冠在右手边，以及它的计时键看起来相当的不错以及协调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它的表盘是白底，加上3个附属表盘，分别显示不同的功能。那在内圈这一圈一整个密密麻麻、非常细微的刻度，让这只手表看起来更有运动感。那外圈是它的心跳脉搏的显示，那这只它做的相当特殊哈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那我们翻过来看一下侧面，侧面这3颗呢，一颗是龙头调整时间的，上下2个是计时键的功能。那加上它旁边侧身的一个抛光，是用的拔丝抛光，使这个手表看起来更有层次。在你转动手表的时候也相当的特殊，就不会看起来非常平淡。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。那因为这只手表配的是1861欧米茄手动上链机芯，所以它的厚度会比一般手表来的稍微厚一点，因为它还有计时的功能。1861机芯就是欧米茄非常著名的登陆月球月球表所用的机芯。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手表，它的表带是一个牛皮的表带，外圈加上白色的车缝线，内圈是红色车缝线。然后这个表带上面它有做一些打孔的设计，配上这只表的表盘，它相当的富有一些英伦复古风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表的后面的背盖哈，我们看一下这只表的背盖哈，这背盖它所显示的是欧米茄的一个海马的标志，非常非常的传统，这也没有多加修饰，也没有去加一些不必要的素材，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的典雅大方。上面显示的就是手表的型号 CK2998，左边显示的就是这款手表是限量的。右边我遮起来，旁边就是它限量发行，一共多少只。那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它背后整个设计，就是传统又不失格调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只手表的正面，这正面的话，它这只手表一样配置的是蓝宝石水晶玻璃，那耐刮程度也是相当的不错。那我们看这只手表的侧面，这只手表的侧面呢，它的玻璃蓝宝石水晶会比一般的手表稍微来的厚一些，看起来的视觉效果比较不太一样，那也相当的特殊哈。那我们再把手表翻在正面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手表，它是手动上链的手表，所以你在使用之前，你必须要帮它做上链，而且它动力储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48小时，所以每个大概2天的时间你需要帮它上链。那当然你也可以每天都帮它上链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我有曾经遇到一个客人，他就是每天睡觉之前会帮他的手表上链，他觉得坐在灯光下，然后抽一根雪茄，然后慢慢帮手表上链，是一件非常舒服、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。那我刚刚上链了48圈，上链之后你会感觉这个手表到尽头的时候它有一点紧，那就表示你上链已经到了它的极限值。如果你再转动的话，它里面齿轮就有可能会断裂啊。所以这个手表当你买回去的时候，你最好先当着店员的面先体验一下它上链的感觉，以免到时候过度上链造成里面的机芯断裂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上完链之后，它左边的秒针就开始行走了。那外面这个红色它不是秒针，它是计时器所用的，所以你按下去上面这个按钮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大的秒针计时秒针开始转动，再按一下它就会停止。所以记得开始跟停止都是上面的这个按钮，下面这个是归零用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在正在计时的过程当中按一下下面的归零键，这样对你的机芯会有一定的损害，这一点特别注意到，一定要停止之后再按归零键，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手表上手的感觉，
也是相当的不错，相当耀眼。有人说这只手表的名字呢叫做熊猫欧，熊猫 Omega， 就是因为它长得跟熊猫有点像。劳力士有 Daytona，Omega 也有熊猫欧，黑白配是不是很漂亮呢？以上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影片 Omega CK2998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你帮我分享、按赞以及追踪。接下来我也会为大家分享一系列手表的相关信息哦。最后祝大家阖家平安，百毒不侵，万事如意，拜拜。